咁咧，我成日咧都不停咁樣喺唔同嘅影片喺度提你哋。記得要做好功課啊！記得咧要勤力啲去研究公司啊！咁咧，其實我想問你哋一個問題嘅啫，你覺唔覺得咧，我好似阿媽咁樣咧，日餓夜餓咁樣？因為咧，我真係聽有人講過咧，我差唔多集集都喺度叫你哋做功課。咁然後咧，又真係好多人咁樣問我，Ring 你叫我哋做功課，咁你可唔可以教我點樣做功課啊？咁樣。咁其實咧，我一系列嘅股票教學嘅影片咧，都出咗好多集㗎啦。咁每一集嘅內容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教學咧，攝咗入去嘅。咁我希望咧，你哋都要睇睇啦。但係咧，無論如何，因為個需求好大，所以咧今日咧我亦都會教你哋4個方法去挑選最好嘅股票。喺度提一提大家啦，咁呢段影片咧淨係一個教學同埋分享嘅用途，就唔係咧對一個證券嘅買入同埋賣出嘅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自己要做功課啦。咁如果你想支持我嘅頻道嘅話咧，記得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啦，有加密貨幣嘅 CXIO 啦，有 First Trade 啦，免手續費嘅美股平台，同埋咧買晒全世界股票嘅 set 數，仲有，記得 click 翻我 like 啦，同埋訂閱。揀股票嘅第一個守則咧，就係揾一個有長期盈利能力嘅公司。投資者咧應該揾一間咧長時間佢都有增長盈利嘅預期嘅公司，呢度係講緊佢嘅利潤增長係講緊5至15% 嘅年度增長，而且咧係每年都持續有咁嘅增長嘅公司。其實咧，無論係一間好細嘅商店啦，或者一間跨國嘅上市公司，任何嘅企業咧，其實佢主要目標都係賺錢，所以咧企業嘅業績亦都係以盈利佢嘅利潤能力為基礎。利潤咧就係企業扣除咗所有費用之後所獲得嘅資金啦。係咪仲係有少少唔知點樣揾盈利咧？好，依家咧我就會教你哋咧3個主要嘅利潤類型啦。第一個就係毛利潤 （gross profit）， 第二個咧就係營業利潤 （operating profit）， 第三個咧就係淨利潤 （net profit）。咁其實咧呢啲咧都可以喺公司嘅 income statement， 即係損益表裏面咧揾到嘅。每一個嘅利潤類型咧，都可以為我哋作為投資者提供一個咧有關公司業績嘅信息。咁尤其是我哋可以利用呢啲咁嘅信息咧，同佢嘅競爭對手咧進行一個比較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呢間公司嘅表現係點樣啦。咁因為咧呢啲都係一啲最基本嘅財務資料，其實好多時候咧喺一啲投資嘅資訊網站咧都已經有佢嘅數據噶啦，你就唔使真係自己計嘅。不過今日我都會喺度教一教你哋所有利潤背後咧佢嘅原理同埋佢背後嘅資料。因為咧，只要你清楚理解佢背後所包含嘅數據咧，你先至會識得點樣去分析一間公司。好，今日咧我就揾咗一個實例，就係 Apple 啦，蘋果公司。咁我咧拎咗蘋果公司嘅2021年度嘅 10K 報告咧作為一個例子。報告咧係 in millions 嘅，毛利潤嘅公式咧就係 total sales 總銷售額減去佢個銷售成本 COGS。喺呢度咧，我會見到佢嘅總銷售額就係365個 billion， 佢個銷售成本咧就係212個 billion。咁你可以見到咧，蘋果公司嘅毛利潤咧，即是等於152個 billion 啦。營業利潤嘅公式咧就係 gross profit 減去 operating expenses， 即係毛利潤減去呢個營業支出。咁我哋睇翻佢個 gross profit， 頭先就計咗152個 billion， 減去咧佢個營業支出就係43個 billion。咁佢operating profit 咧就係109個 billion 啦。而我哋要睇 net profit 嘅話咧，即係佢淨利潤咧，佢公式就等於 operating profit 減去呢個稅 taxes。咁咧喺呢個 10K 裏面咧，其實可以直接睇到數字啦。呢度見到係94個 billion。當我哋擁有呢啲數據時候，我哋就要比較下過去嗰幾年 Apple 公司嘅表現啦。呢3個利潤指標咧都係持續上升，係非常之好嘅表現。呢個就係 gross profit 過去嗰幾年嘅表現。Operating profit 過去嗰幾年嘅表現，同埋 net profit 過去嗰幾年嘅表現。咁呢度我哋可以見到蘋果公司嘅盈利能力係非常之高，每年咧都有一個穩定嘅增長，甚至係高出15%嘅增長。第二個去揀一個優質股嘅指標咧，就係要睇下佢個現金流動性夠唔夠強啦。我哋咧應該要去睇公司所需要嘅現金流量，然後咧再檢查下呢間公司有冇足夠
嘅現金或者同等嘅資產咧，去應付佢嘅開支。一個良好嘅現金流咧，其實係財務穩健嘅其中一個表現。好啦，聽到呢度咧，你可能覺得都係有少少疑惑啦。咁咩嘢係現金流咧？現金流咧，即係等於公司資金流動咧嘅進同埋出。收到嘅現金咧，代表 inflow 流入，而支出嘅現金咧，即係代表咧 outflow 流出啦。現金流量表 cash flow statement 咧，就係一份財務報表嚟嘅。呢個報表咧，公司喺每一段嘅特定時間裏面咧，都會發出嚟，報告翻佢哋現金嘅來源同埋佢嘅使用嘅情況。公司嘅現金流咧，通常都嚟自3個地方。第一就係營運 operating cash flow， 第二個就係投資所得嘅現金流 investing cash flow， 最後就係 financing 融資所得到嘅現金流啦。營運現金流 CFO， 呢啲 cash flow 係指同公司日常生產商品同埋咧佢銷售有關嘅現金流。營運嘅現金流咧，即係代表公司有冇足夠嘅資金去支付咧佢嘅平時嘅營運費用。換句話講咧，一間公司如果要想喺長期達至財務穩健咧，就必須要有更多嘅營運資金咧流入，而唔係營運資金咧流出嘅。第二個投資現金流 CFI。喺呢個報告裏面咧，就指出各種咧同投資相關活動中產生同埋咧佢花費咗幾多嘅現金。投資嘅活動咧包括去買一啲資產啦、投資證券啦，或者出售咧一啲證券或者資產。呢啲投資嘅活動亦都可以產生負現金流嘅。過多嘅現金流出咧，可能係有關公司投資咗大量嘅現金喺一啲長遠嘅發展上面，例如研發 R&D。或者咧係收購其他物業、其他公司或者其他設備啦。第三就係融資現金流啦 （CFF）。乜嘢係融資現金流量呢？呢度係指公司同埋佢資本提供資金嘅現金流量嘅淨額。融資活動咧其實可以包括好多嘅，譬如發行債務啊、股權啊，或者係支付股息等等。咁喺融資交易活動裡面產生嘅現金流咧，係會令到投資者咧更加深入去了解呢間公司嘅真正嘅財務實力，同埋咧佢嘅資本結構嘅管理情況。咁要去分析呢個 cash flow statement 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包括去睇一睇佢個償債覆蓋率啦，即係 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 或者係睇一睇佢嘅自由現金流啦，即係 free cash flow 等等啦。今日咧我就會介紹一個比較容易上手又易啲學嘅 ratio 啦，即係 DSCR 啦，即係 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一間公司雖然佢係有盈利，但係如果佢嘅經營活動咧唔可以產生足夠嘅現金去保持佢整間公司嘅流動性咧，亦都可能會令到呢間公司有倒閉嘅風險嘅。償債覆蓋率嘅公式咧就係淨盈利收入除以短期償債義務，即係 net operating income（EBITDA）。除以 total debt services， 呢度咧係包括埋佢個 principal 本金啦，同埋佢嘅 interest payment。佢即係話咧，佢每次借貸嘅時候，佢都要償還一啲利息嘅支出。EBITDA 嘅公式咧就係 net income 淨收入加以呢個 interest expenses 利息支出，同埋咧非現金嘅支出 non-cash expenses， 再加以呢個 taxes 即係稅啦。蘋果嘅 net income 嘅淨收入咧就係94個 billion， 佢嘅股息支出咧就係2.6個 billion， 佢稅嘅支出咧就係14.5個 billion， 而非現金嘅支出咧就係11.2個 billion。呢度即係指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啦。另外一個支出 principal repayment 咧就係8.7個 billion。好，我哋翻嚟呢個公式啦 ，EBITDA 就係123.1個 million， 除以 total debt services， 即係等於11.39個 million。喺呢度我哋會計到。Apple 嘅 DSCR 咧就係123個 million 除以11個 million， 即係等於10.8啦。咁10.8咧呢個數值話俾我哋聽啲乜嘢咧？如果 DSCR 咧係大過1嘅話咧係好嘅，即係 positive 嘅 cash flow 正嘅現金流。咁但係如果 DSCR 咧係細過1嘅話，等於 negative cash flow， 即係負現金流啦。一般嚟講咧，最理想嘅比率咧係至少2或者更高嘅。咁當然啦，你比較嘅時候都要 apple to apple， 唔同嘅行業、唔同嘅公司咧，佢有唔同嘅理想嘅比率。咁你可以將咧類似相同嘅行業嘅公司咧一齊去做一個比較。咁 Apple 咧有個咁高嘅比率咧，即係話佢嘅公司有能力去承受更多嘅債務。所以咧10.8呢個水平係非常之出色。假如如果你見到一間公司嘅 DSCR 咧係細過1，譬如0.8嘅話咧，即係話佢嘅營業收入咧
只係可以支付到公司80% 嘅債務，咁咧你就應該擔心佢嘅 cash flow 咧可唔可以支付到咧公司嘅日常運作啦。所以呢類型嘅公司咧，相對嚟講風險又較高。不過呢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啦。DCSR 咧，淨係可以話俾我哋聽，一間公司可能擁有咧大量嘅現金，而呢條公式咧就冇講話佢嘅現金來源㗎喎，所以你要留意啦。因為現金咧可以來自咧佢通過出售佢嘅長期資產啦，或者去抵押一啲佢哋嘅業務，去承擔呢一啲唔可以持續承擔唔到嘅債務嘅水平。所以咧都要留意呢啲咁嘅 cash flow 咧有冇可疑啦。好，睇完 cash flow 咧，我哋睇第3個指標咧，就係睇一間公司嘅債務比率啦。呢間公司嘅負債情況係點樣咧？我哋可以用乜嘢嘅 ratio 去睇咧？比較容易上手嘅公式咧，就係我哋可以用 debt to equity ratio 啦。DE ratio 即係負債權益比率。DE ratio 嘅公式咧就係 total liability 除以股東嘅權益 shareholders equity 啦。Apple 嘅 DE ratio 咧，截至到去12月31號嚟講係 1.707。DE ratio 嚟講咧，呢個數字如果喺2以內咧係安全嘅。越低越好。如果高過5或者以上嘅話咧，你要好小心咁研究呢間公司有冇財政上嘅問題啦。因為咧高於5咧，即係等於呢間公司嘅負債比率咧係非常之高。除咗睇頭先3個嘅財務指標之外咧，第4個最重要嘅指標咧，你都係要留意翻整個行業嘅向上發展嘅空間。其實財務嘅信息只可以話俾我哋聽，呢間公司嘅營運情況、管理嘅情況係點樣。但係咧，一間公司嘅發展唔係淨係睇呢一樣嘅基本面嘅，我哋仲要對整個行業、成個產業進行一個深入嘅研究，去確定成個產業咧佢發展嘅趨勢。就算利率、政治、政府嘅政策、經濟條件，亦都可以影響到咧公司嘅前景嘅。呢間公司係咪一間夕陽行業咧？即使間公司嘅基本數據好好，但係如果成個行業嘅整體發展都係向下嘅話，佢可能咧都唔係你最好嘅投資選擇啦。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咗咧4個方法咧去教你點樣去揀一隻優質股票啦。不過呢度都要提一提你哋啦，短短幾十分鐘嘅 YouTube 影片咧，一段影片就唔足夠去幫你分析晒咧成個股票嘅走勢嘅。而學習投資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漫長嘅道路啦。所以記得要做足功課先入市啦，唔好成日話我似阿媽咁樣喺度餓你哋啦。好，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嘅話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